哇，雪山下面的风景真是太顶了！在这样的地方带着朋友或者家人出来露营，真的是非常的爽啊！今天呢，就在这个风景优美的雪山下面，去静态和动态的体验身边这辆新车问界 M8。I can see it all, the color of the morning when summer turns to fall. Gone from what it was, quietly unfolding right in front of us. 那关于这辆车的一些静态的体验，包括它的空间以及它和 M9 之间的定位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上一期视频已经讲过了。那这期视频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你的需求是一辆6座的家庭 SUV， 那这辆车和理想 L9 之间该怎么选？首先，一些大致的信息上面，两辆车其实是非常的接近的，不管是它们的尺寸、轴距，以及是它们的电池、它们的纯电的 CLT 的续航。这两辆车的一些差异，给大家做几个简单的总结。首先是在支架上面，它的前方现在是新增了3颗这个4D 的毫米波雷达，它的优势是在于这种全天候的能力，也就是说在像大雨啊、大雾啊这样天气下，它能有更好的一些感知的效果，能去给激光雷达去做一些补位。它的后向也是装了个跟 M9 同款的固态激光雷达，但它侧向是没有的。那这个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感知距离虽然是稍微会窄一点，但是它的感知精度同样是跟激光雷达一样，能去提供一些3D 信息，主要是解决的一些后向的这种障碍物。我举个例子啊，很多车它是可以去有些后向的这种倒车的 AEB， 但是呢，它只能去识别人和车这样的一些已经训练的目标。它对一些像是雪糕筒啊，还有那种锡柱子这种不规则的障碍物，其实是无法去响应 AEB 的。其次的话，还有一些这种负向场景，包括像是沟渠，如果是有这个传感器的介入的话，假设你不踩油门往后倒的情况下，它也是能刹住的。通过它一些后向的这个激光雷达，能去实现这个功能。这就是这辆车它在支架硬件上相对于理想 L9 的一些优势所在。除了这个支架硬件呢，这个大灯也是车标这边的一个核心的产品，它也是搭载了跟问界 M9 同款的大灯，它也具备 ADB 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在夜间行车的过程中，即便你开着远光灯，它也能自动的去帮你去对一些目标进行一些遮挡，防止你变成远光狗。同时的话，它有非常多的一些情绪价值的玩法。对于一些家庭用户而言，带着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它可以在外面去做一些通过投影去做一些小游戏，还有它也可能去在外面，如果你配合一些幕布的话，它甚至可以去播放电影，能让大家在融入自然的环境下去有一些非常轻松的一种娱乐的活动。侧面基本上大家是一样的轮毂，一样的车身的这种比较平滑的线条。来到车尾又是一个问界 M8 独有的这个一个数字的面枕大灯。那这块的话，它是通过这种 LED 的这种点亮去呈现不同的图像。现在它就是呈现是一个城市，大家有没有猜到是哪里？对，这是上海，能看到这个上海的3件套。那我们来打开它的后备箱，其实如果是满载出行的话，也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后备箱的。但是这个后备箱其实跟理想 L9 一样，都是比较小。如果你们是满载6个人出行的话，绝对装不下你们的一个行李。但是如果你是4个人出行的话，把第3排放倒还是可以一战的。那同时啊，如果你这边确实有非常强的5到6人的出行的需求的话，它其实也是有解决方案的，就是在我们的车顶这边已经预留好了接口，你可以在上面去架一个行李架。M8 呢还有一个非常炫酷的开门方式，我们叫意念开门，来开。那开门过程中呢，它的踏板也会降下来，我们就可以非常从容的走上去，然后再踩上刹车，它自己关闭。这也是 L9 所没有的，包括像是它现在整个4个门都是可以做到电动开闭。就是坐进 M8 的车里，真的能明显感受到整个内饰设计师的审美提升了。现在整个这个白色内饰和这个黑色的拼色，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特别是这种月牙白的木纹配合的非常的好。我觉得 L9 的审美一直还是比较在线的。那它跟 L9 的座舱里面的差异，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座椅。我觉得座椅的话，两款产品几乎是旗鼓相当的，然后保保性都很强，也都很柔软。其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能看目之所及的这种屏幕。M8 的话，它是有3块，这边是有3块屏幕，副驾屏和这个主触控屏都会比理想 L9 会稍微小一点，同时这边它多了一个仪表屏 ，HUD 也会比 L9 的稍微大一点，这是一个 AIHD。它除了像是呈现一些普通的这种信息之外，因为它的画幅足够的大，它可以去做一些跟道路实景相关联的，包括你的导航的这种3D 的信息啊，再包括像你支架的这种信息的在支持环境上的一些映射，它都可以实现，配合高阶支架去使用，这是非常的炫酷。来，我们再去第2排，我们再来到第2排，第2排最明显的差异啊，就是中间这个屏幕，理想 L9 它是一个下垂式的娱乐屏，那这儿呢，其实看它其实 M8 是没有的，它这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投影幕布，下降之后配合后方这个投影仪，就可以享受一个非常超大的电视的投影画面。
静态体验下呢，更大画幅的这种投影肯定效果更好的，但是到了动态确实也是需要一个屏幕的。但是呢，问界 M8它其实也是有准备的，包括这边它是有这个 MagLink 的这个接口，你是可以去插一个 iPad 在里面，去弥补这个一路过程中没有屏幕可以用的问题的。冰箱的话，两个车的尺寸其实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M8这里面它去新增了非常多的配件，现在可以分区了，放一些可乐啊之类的，它是能去给你加紧的。来到3排，刚2排是没有移动过的，我们刚2排是个非常常规的坐姿，然后3排的话坐下来，够用。我觉得比部分的这种中小型的 SUV 的2排都要稍微大一点了。那第3排的话，它也是跟 L9 一样，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权的，有自己的背托、座椅调节的幅度，然后充电口，甚至是出风口、音响、阅读灯，甚至麦克风都有。我觉得这两辆车都是为数不多能做到6个座位平权，而且能让第3排作为一个成年人也丝毫不会受影响的一些车型。M8 和 L9 一样呢，都支持一键成床。现在我们已经给它调成了这个成床的模式。它和 L9 一样呢，后续商场里面也会去上线配套的这个气垫，能去把这些空隙给填充起来，它就可以在你在野外露营的时候躺在里面睡觉。同时，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下，其实我们不铺气垫也是 OK 的。那躺在这个柔软的沙发上，而且这么大的屏幕，如果我们在夜间在这边看电影，我就真的是很难想象到底有多爽。哇，现在整个下山的路非常的美，前面那个雪山，所以呢 ，M8 它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旅拍模式，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这边它会把我们主驾视角摄像头的位置，再叠加我们的一些导航的信息，包括像车速信息，它会叠在一起，然后这个可以在我们手机上去查阅，我也可以用它去生成一些这种 vlog。很多人会觉得，其实开这种6座或是7座的这种家庭车，对驾驶体验要求没那么高，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主驾驶开车这个人都是一个副出位，他会觉得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不要紧，大家坐在车上开心就好。但实际上，我觉得一辆车它的底盘，包括它的整个驾驶的这个过程中的这种柔韧性，对整个6个座位的体感都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如果这辆车它调得非常的不顺的话，加减速它容易有这种顿挫，会让你的后排其实非常的晕车。能感受到这辆车它相较于 L9 在调教上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虽然是家庭用车，但是这辆车也是去往舒适项去调的，但它在像那个舒适项的过程中，它还是会略带了一些这种整个果盘那种比较偏硬一点，这种它的弹跳的收缩也是收得非常紧。整个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它跟 L9 开起来完全不一样。L9 给我感觉像是非常的软，就像是你完全把地面的信息给过滤掉。但是我现在开这辆车，我们在过程中能感受到这个路感的回馈还是很清晰的。这种底盘调教上的差异，可能我们现在这种平顺的路上是感受不明显的，但一旦你到了这种小路或者是一些颠簸路的话，差异就非常明显了。我们待会儿就去一段颠簸路去感受一下。就是一般的我们常规的这种家庭的大的 MPV， 实际上其实都会调得偏软，这样你在车里过这种路况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晕车，很痛苦。但感觉我们 M8 这辆车调的就刚刚好，我们过每个地方基本上就一次弹跳，非常的果断，马上就可以拉回来。所以这坐在车内的体感就是不会觉得晃，这个弯都比较急，除了感受一下它的底盘之外，还能感受整个一个非常小的转弯半径。像这样的弯度过来非常的轻松。说完驾驶体验，我们再来去聊一下智驾。毕竟在长途出行过程中，可能机器开的比我们人开的还要再多一点。今天过程中我们开了100多公里，中间涵盖了像高速公路、国道、省道，还有一些小路。整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场景。这是什么姿势？
太柔了，天哪，比人开的好，感觉这个是吗？人的时候高音会点一下是吧？对。好，今天的试驾马上就要结束了。简单对比两款车的话，我觉得两款车不管是空间、体验各方面都是非常接近的，都是这个细分领域非常能打的车型。但是呢 ，M8 作为一个更新的车型啊，它在支架硬件、包括 HUD 还有它的大灯上面，这种硬件上领先更多一些。当然，我们也会更期待 L9马上迎来它的一些年度改款，到时候也去看一下两款车在硬件拉齐之后的体验上的对比的差异。我们能感受到，其实选这两款车更多的是要看它两款车的背后的这个品牌。毕竟现在这两款车的，华为和理想都是自研程度非常高的，不管是它的座舱、音响，还有支架这一块，所以两款车的选择可能就是在于两个品牌的选择了。那大家对这两款车的一个选择怎么去看呢？欢迎在留言弹幕跟我们互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